哪个不长眼的布了阵法挡航道？这给本座干哪儿来了？每年向总宗申请30万灵石救济的那个荒墟？哪个荒墟？你们自己技术不行，怪路不平。你可知这灵州上做的事？我管你呢！就算9天直仙挡道了，也得挨骂。你们外宗来的吧？你没见过灵光经道？灵光经道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老周，又来一个外地佬，又来一个没见过灵光经道的，这是今天第9个。你手上那把是何法器？法器，小兄弟，这是纳米我刀。纳米修经道用的，不是什么法器，就是件工具。纳米级的灵能粒子喷涂，修路的时候抹平道表面用的。你们那边的修士连纳米工具都没见过。哎，道友，这里的舵主是何等高人？你们这些外宗的，还没进城就逮着人问舵主，他不是什么高人，哼，他就是一个灵蟹工。挡道了，让让。景辉，卷宗里不是说这里是灵脉枯竭、散修恶弊、十室九空之地吗？是啊，宗主，荒墟这里每年都向总舵申领30万灵石的救济金啊。看来这荒墟的水，本座要亲自趟趟了。荒墟分报3年免费灵根启蒙，灵根芯片。宗主，芯片是什么东西？灵根不是天生的吗？检测出来什么等级就是什么等级，还能植入，还能维护。不然呢？孩子灵根芯片不维护的话，不就没电了？你们宗门也太落后了吧！灵根芯片就是植入后脖子的，我给你看看。凡人也能修炼，植个薄片就能引气，那还要灵根检测做什么？灵根检测，我们荒墟早就不搞了。6岁统一免费植入基础芯片，人人能修炼。免费植入芯片，启蒙还倒贴灵力，这不可能！总地那边凡人想修炼，要先灵根检测，评级不达标连山门都不让进。那边的宗门真够缺德的，孩子上个学还要收灵石，还要评级，怕不是穷疯了。放肆！你可知我家宗主是？景辉，走。这提纯程度，杂质含量低于1/1000，总宗丹堂层层提纯才得1点的极品聚灵散，这纯度，御用炼丹师见了得当场晕过去。白散2灵石1斤，旁边红的是灵翠，也是2灵石，买就掏灵石，不买别捏脏我的货。2灵石？宗主，总宗粗劣聚灵散都要40灵石1斤。你们乡下分舵来的吧？聚灵散又不是什么金贵东西，2灵石还嫌贵，不买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这些聚灵散是用什么提纯的？灵能离心机呗，还能用什么？打听一下，去年荒墟有多少手散修因灵脉枯竭走火入魔？走火入魔？我们荒墟3年没一个散修因缺灵能出事，要饭的你都找不着一个。为何？谁家灵根芯片没电了，去隔壁借几块灵石开春还，多大的事儿？不收利。景辉，总宗卷宗上这荒墟分舵写的什么？灵脉枯竭，散修流失，几近崩溃，每年向总宗申请灵脉救济30万灵石。属下在档案阁亲眼看过那份卷宗，用的是洪峰加级格式。30万灵石，而且还批注了重灾速播。一个造灵光经道，用纳米提纯量产极品聚灵散，白给弟子灵根芯片启蒙，3年不饿死一个散修的分舵，在总宗卷宗里，竟然是每年要本座30万灵石的人间地狱。那灵石年年进了谁的有袋？卷宗谁写的？本座被当瞎子蒙了几年了。景辉，你说是谁？属下不知，但卷宗是西命监宗使呈上来的，加盖了监察长老的灵印。小道友，这都算啥？你要是去城东瞧瞧我们舵主种的灵田，猜猜一名产多少灵草？当场吓晕给你看。上个月有个总宗来的监察长老看了一眼，真晕过去了。一亩产多少？ 300株
本座年轻时在总宗灵芝堂学过3年，最顶级的灵田用最好的灵肥，亩产也不过300。哈哈哈哈哈哈！300株，客官你可真敢猜。告诉你吧，1200株，绝无可能。亩产1000株灵草，你可知总宗3000年的灵植树典籍里，最高记载不过350株。老修士，你可别信口雌黄，这可不是能开玩笑的事。本座亲眼所见，绝无可能。老修士，我在荒墟活了80年，地里的灵草是我看着一茬茬收的，1200株，去年称的，1颗不少。道友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跟着老朽我一起去看看。用什么种的？灵石粉还是妖兽粪？还是灵田下面藏了灵脉矿？灵壤菌剂，纳米的，撒土里分解灵能粒子，直达灵草根系。纳米灵渠，地下铺的，精准灌溉，一滴不多，一滴不少。温控灵液，天冷自动升温，天热自动降温，3个东西配合用，灵草产量翻2番不是难事。不是妖兽粪，不是灵泉饮水，不是聚灵阵保温，全是舵主发明的，用灵蟹造的。灵蟹不是法术，不是阵法，不是天才地宝，就是科技。科技？虽然老修士我也不太懂科技是啥意思，但舵手说用灵能驱动纳米机器代替人力和法术，那就跟老汉走一趟。眼睛看见的总比耳朵听得真。宗主，咱真要跟着老头去？灵光精道、聚灵散、2灵石、纳米提纯、灵根芯片，现在又猛产1000株，这哪像个穷分舵？分明是龙潭虎穴。而且这些东西没一样是咱们认识的。灵根芯片、纳米抹刀、灵能楼心机。景阳，一个龙潭虎熊会把自己最值钱的东西摆在路边给过路人看，会让人人参观灵田。宗主，属下连听都没听过。可万一……他们让本座看了灵光精道的纳米铺霜，聚灵散的粒子提纯，灵田的菌剂配方。本座若是连看都不敢去看，道友，走不走啊？在磨蹭天黑了，看不见地理军司了，就不配做大宗主。总宗灵田最好的年景才300株，你张口就来，你骗鬼呢你！又一个总宗来的，看见没？这表情，上回那个监察长老一模一样。哎呦，上个月那位看完灵田当场坐地上了，半天缓不过来。这位不知道能撑多久。你这反应跟那位如出一辙，张嘴闭嘴就是绝无可能。可你连地里长什么样都没看过。我们舵主说了，种灵草、灵壤菌剂、纳米灵渠、温控灵液，缺一不可。你个八叉佬懂灵壤菌剂吗？灵壤菌剂是何物？哈哈哈哈！不懂吧？不懂就别在这儿说绝无可能。你们总宗的人啊，张嘴天道，闭口定事，可连地里施什么肥都不知道。灵壤菌剂说白了就是纳米大小的灵能分解菌。你总宗的灵植师用灵石粉和妖兽粪，那玩意儿灵草根系吸收率太低，大半养分都漏土里了。纳米菌剂不一样，菌剂菌丝比灵兽根毛还细，直接钻进根系细胞里释放灵能，灵草吃到嘴里才吐出来，一丁点不浪费。总宗灵植术第3卷记载，灵石粉施肥法，灵能利用率不足30%。你这菌剂利用率多少？舵主说90%往上，剩下那1成是实验误差。你引气镜，你的臂力，灵合金一体骨骼纳米肌肉纤维，老修是我引气镜，但只论臂力，能跟金丹镜掰手腕。你把一体装在自己身体里，不是穿在身上的灵甲，是植入血肉的。不然怎么叫一体？灵甲是穿外面的，一体是改在里面的。骨头换了合金的，肌肉贴了纳米纤维，这才能把引气镜的力气提到金丹镜。穿外面的拿什么跟这个比？把自己身体换成金属，这不是修炼，这是荒墟的规矩。这是什么？你看不惯是吧？老修是我引气镜修了60年，60年寸步不进。要不是舵主给我装了这身一体，我现在还在地里刨食。你告诉我，修炼修不上去，就该一辈子当废物。散修的命不是命。总宗那些引气镜散修，一辈子在灵脉矿洞里挖矿，到死也摸不到筑基的门槛。而眼前这个老李，引气镜在臂力上却能跟金丹镜较较。这一体改造也是你们舵主做的？当然，舵主亲手改的。我这还算基础的。城里那些金丹镜的一体修士，全身骨骼全换，肌肉全换，连灵能循环系统都是纳米管道。金丹镜战力能翻3倍。客官，灵田这点还不算啥，等你看到我们舵主那点石成金的灵蟹一体工坊，嘿嘿，保管你当场跪下喊仙人。灵蟹一体工坊，别急，一样一样来。先看灵田，吓死你再说。走。宗主，
这老头到底是什么人？骨头是合金的，肌肉是纳米的，他到底还算不算修士？看见那片发光的地了吗？那就是灵田，3000亩，全是我们舵主带着人一亩一亩开出来的。3年前这里连草都不长，3年前寸草不生，3年后亩产千株，不是靠灵脉，不是靠法术，是靠纳米军技、纳米灵躯温控灵液，是靠科技。一个引气境老头换了一身合金骨头。怎么样，客官？现在信了吗？还是非要亲眼看了地里的军司才认？又是一个，第9个了。看这架势，看完灵田，怕是还得去看一体工坊。全套流程，来的时候嘴硬，走的时候腿软，都是一个剧本。看，3000亩，1亩1200株。客官，你数数，看老汉骗你没？自动温控灵渠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舵主调的配方，灵液里加了纳米导热粒子，每株灵草根部一个微型温控节点。你们总宗的石头渠漏水漏一半不说，温差一大，灵草就蔫儿。我们这渠3年没漏过一滴。怎么样？看傻了吧？老李又领着外宗来开眼，可不，这位还说亩产千株是放屁呢。后生，你过来。老人家，本座自幼修习灵植术，总宗灵田最好年景亩产300株，已是天恩豪号。1亩1200，除非地里埋了仙人，否则我荒墟灵田亩产就是1200。后生，你看这根，灵草跟人一样，光喝灵物不吃饭，能长壮。灵壤菌剂就是给灵草吃的饭，1亩地几十斤菌剂下去，灵草根根壮实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舵主带人调配出来的，头2茬效果不好，舵主在地里蹲了3个月，天天测灵壤数据，调局中配比。第3茬就蹿起来了，1亩收了800，第4茬1200，稳定到现在，一派胡言。灵肥本座是知道的，堆灵兽粪便、灵矿灰、草木灵液，何曾听过什么灵壤菌剂？那后生，你说总宗灵田为啥才300株？灵脉地力有限，遂有丰念，此乃天道。放屁！是你们不会种。总宗的灵田种了几千年，连灵壤都不翻，灵渠还是石头挖的，菌剂不用，温控没有，你们那叫种灵草，那叫糟蹋灵脉。300年了，太虚宗300年没有1亩灵田突破过300株。所有长老都说，灵脉法则，天地定数，不可逾越。后生，你们总宗的人不是笨，是太信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了。灵草生长要什么？不是规矩，是养分、温度、水分、光照，这4样做到位，产量自然上来，就这么简单。这灵壤菌剂是你们舵主一人之力？舵主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本事，是荒墟3000修士，人人有灵根芯片，人人能接灵网基站，大家一起试出来的。谁家灵田长得好，数据往灵网上一传，第2天全城都知道怎么种了。人人有灵根芯片？那不然呢？没芯片怎么灵网？没灵网怎么跑符箓程序？我们荒墟连6岁娃娃都植了启蒙芯片。昨天我家孙女放学回来，还帮我调了灵渠温度参数。宗主，这荒墟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？灵光精道聚灵散，亩产1000株芯片。带本座去灵械一工坊。现在，工坊那地方一般不随便带外人进去，舵主定的规矩，外来访客进工坊需要提前登记灵能特征码。你们舵主的规矩本座尊重，但本座今天已经看了灵光精道、聚灵散滩、灵田，看了你们所有不该让外人看的东西，再藏一个工坊没意义了。也是，您连灵田军司都看过了，工坊也没啥可藏的。走吧，带您看个够。不过先说好，进去之后别乱碰东西。上月有个总宗来的监察长老碰了一柄等离子飞剑的半成品，手指头差点烧焦。宗主，
这老李头神神叨叨的，真要去？宗主，凡人改造修士，在总宗是明令禁止的禁术，夺天地造化逆天而行。长老会1000年前就下了禁令，要是让总宗长老知道皇旭在搞这个，逆天，先看看他们是怎么逆的。禁令归禁令，本座今天就是要亲眼看看。可是宗主，闭嘴，跟上。这条线日产基础灵根芯片300枚，那边等离子飞剑生产线日产20柄。那边那个大仓是筑基反应堆装配区，今天有2台在改装。3枚真火型，灵能等离子灼烧，焰尾自带乱码干扰，烧对方一体管络的。那边5雷法型 ，EMP 脉冲，大范围电磁冲击，专门炸对面灵气回路和芯片。宗主，一柄总宗炼气堂的上品飞剑，300灵石，3年工期，要元婴炼气师亲手短造。别说了。还有一柄纳米蜂群型，母箭射出后分裂成3000微响子箭，自动锁定，自动穿刺，自动回收。摁一下就行。纳米机器人自动组阵，自动识别目标，自动释放符法。引气镜凡人也能用，1秒释放，随按随有。我们管这叫急抛型符箓，用过就扔，不用回收，不用冲灵。这胶囊能不能跟蓄变炮的火控系统连用？比如炮群瞄准目标之后，自动激活 EMP 咒，先瘫痪对方护盾，然后炮火跟进，形成复合打击。能，舵主已经做过连用测试了，就是还没量产。您怎么知道的？筑基改造，摘除原生丹田，换装微型聚变反应堆，自主灵能循环，不依赖外界灵网激战。同时，异体骨骼全部替换为灵合金，抗灵能腐蚀，承重能力是原生骨骼的20倍。气海炉心，直接在凡人体内装气海炉心。舒服，终于不用天天找灵网激战排队充电了，感觉一拳能打碎一面墙。总宗一个弟子从引气到筑基，天资好的10年，普通的20年，差的30年。我们3个月，芯片到位，反应堆到位，灵合金骨骼到位，进仓睡一觉，醒来就是筑基。当然前提是术前测试通过，大约9个人能过。那金丹呢？3个月筑基，那金丹要多久？嘿嘿，金丹更有意思，你们想看？如果这套技术能推广到整个太虚宗，修仙界的格局将被彻底颠覆。这金丹自带算力核心，还有加密防御。不止，他单手就能加载等离子飞剑攻击程序，神识移动，方圆白念半天咒，飞剑飞出去还要神识持续操控。总宗那些金丹修士，程序加载完毕自动攻击，修士只需下达指令。加载完成。雷火咒阵列，起！12道符咒同时释放，总宗金丹修士同时维持3道已经是极限，这就是算力差距。景回，你现在是筑基境总宗标准，你说说看，你跟这个人打胜率多少？0。12道符咒同时激活，还没算等离子飞剑，我连护盾都来不及助开。12道符咒。每道都是急抛型纳米符箓胶囊激活的。是，胶囊我随身带了100枚，雷火迷阵、隐身、EMP 脉冲，各种功能都有。打完一批自动补充。总宗的金丹修士真元耗尽就得打坐恢复，我换胶囊就行。元婴区不能进，那是舵主的私人领域，需要他的灵能特码加瞳孔识别加量子密钥3重认证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里面是什么：元婴改造，意识上传云端灵域，肉身变成可替换的一体容器。元婴本质上就是一个独立灵能 AI 分身，可以同时操控几百架无人机，纸鹤集群。可替换一体，那不就是永生？理论上，只要云端服务器还在，就是永生。化神呢？化神？
舍弃实体，化为灵网流动意识，寄居星境服务器、星轨基站，可以是任何联网设备。这门后是我们荒墟最后的底牌，它能稳定元婴级的灵能波动，改写物理灵能规则。改写物理灵能规则。对，总宗化神修士悟道1000年才能触碰天地法则，那是靠自己感应。我们荒墟化神直接调灵网底层代码，算力够大，权限够高，想怎么改怎么改。法术效果、灵能流速、空间驱注都代码说了算。带我去见你们舵主，就现在。宗主，这化神纯属巨仙，咱们总宗的化神长老听了怕是当场吐血。3000年苦修悟道，不如人家改一行代码。那就让他们吐，吐完了回来好好学。这个总宗来的客官跟之前那8个不太一样，之前8个看完都吓傻了，这个看完了反而来劲儿了。这就是舵主府，比总宗驻记弟子的洞府还寒酸，连个护府阵法都没有。舵主说了，灵石要用在刀刃上，护府阵法耗灵能，不如省下来给灵田碰战用。再说了，有人敢动舵主府，整个荒墟城的灵网防火墙就是最大的护府阵。从现在起，不要暴露身份，叫我萧先生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萧先生。这舵主看起来不到30岁，金丹境修为，但他气海炉心的灵证频率远超普通金丹，数据聊的密度像个元婴。外宗的道友，请坐。申舵主，荒墟分舵每年向总宗申报灵脉救济30万灵石，本座今天走了一圈，发现你这分舵不太对劲。怎么不对劲？一个造灵光精道，量产极品聚灵散，给凡人植入灵根芯片，日产等离子飞剑的分舵，在总宗卷宗里是灵脉枯竭，散修流失，几近崩溃。荒墟原本的灵脉确实枯竭了。3年前我来的时候，这里连引气境的灵物都稀薄到无法修炼，3000散民走的只剩1300，不是修士是凡人，连灵根检测都没过的凡人。那现在荒墟不靠灵脉，我们靠这个地底巨线核心，日产灵能相当于一条中型灵脉，成本开采天然灵脉的1/10，维护每月停机检修2个时辰，使用寿命第1代核心已安全运行3年，第7代设计寿命300年。所以荒墟不需要总宗的灵脉救济？不需要，3年前就不需要了。那你为什么还在申报？因为我不申报，就会有人替我申报。我申报30万，至少能让30万灵石不进那些人的口袋。哪些人？西境监宗使、总宗少宗主，还有一干涉及灵脉救济审批的监察长老。3年，荒墟申请灵脉救济3年，每年30万灵石，90万灵石，90万灵石，构建多少座废变核心？按第1代核心的成本，构建30座；按现在的第7代，构建60座。60座碎变核心可以覆盖整个西境的所有分舵。你知道本座身份，还让本座看完了你的全部底牌，你不怕本座一回总州就把你这荒墟拆了？科技修仙在总州那帮老盘古眼里就是邪术。宗主，您看，因为这些东西迟早要见人，您是第1个愿意走进来好好看的总宗高层。之前来的人连灵田都不愿多看2眼，转一圈就走了，回去写报告继续写灵脉枯竭。沈舵主，本座若以大宗主身份问你一句话，你这套赛博修仙体系能不能复制到整个太虚宗？能，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。灵根核芯片生产线可以复制是现成的，灵壤军纪配方可以量产，灵网基站建设方案已经迭代了4个，但有一个前提，说得先杀了那些靠灵脉垄断吃饭的人。监宗室的人正在扫描荒墟灵网，他们已经发现您的灵能特征母出现在荒墟了。大宗主，您准备怎么处理？监宗室那边会怎么反应？按他的风格，连夜赶来向您请罪。
跪在地上磕头磕出血，说自己是被人蒙蔽，绝无贪墨，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然后反咬我一口，说我蒙蔽圣听，荒虚弄虚作假，赛博修仙是邪术，请大宗主明察。宗主，总宗灵网加急传讯，西境监宗使联合灵域3个分舵的舵主，正连夜乘灵舟赶来荒虚，预计拂晓抵达。来得正好，本座倒要看看他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。宗主，现在下令的话，荒虚灵网防火墙可以拦下所有灵舟，让他们在天上悬到天亮。不必，让他们来，让他们跪，让他们把戏演完。宗主，还有一件事您应该知道，荒虚灵网防火墙除了能拦截灵舟，还能实时监测所有入城人员的灵能特征码和通讯记录。监宗使一进城，他过去3年发的每一条加密传讯都会被解密存档，包括他给少宗主报账的那一批。你的意思是，明天早上他跪在您面前磕头的时候，他每贪污1枚灵石的时间、地点、去向，都会以全息账诉的形式呈现在他面前。他想赖账，灵网数据赖不了。好，本座等他来。本座倒要看看3年的账，他打算怎么赖。监宗使，属下在。大宗主远道而来，属下未能远迎，罪该万死。别说废话，本座问你，荒虚分舵这3年什么光景？回宗主，荒虚灵脉枯竭，散修流失，几近崩溃。属下年年亲自巡查，情况属实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！日产聚灵散3000斤，年产带离子飞剑7000柄，灵根芯片10万枚，灵草母产1200株。这个灵脉枯竭的分夺，去年入账420万灵石。而你这狗东西，年年替他向总宗申请30万灵石救济，3年90万灵石，进了谁的气海炉心？说！属下不知情啊，属下只是按往年卷宗一例上报，荒虚历年卷宗都是这么写的，属下冤枉。照例上报，几十年来照例瞒报，照例贪墨，照例把本座当傻子。你们这照例2字用的真是炉火纯青。本座倒要看看，这照例2字能保你们几颗金丹。大宗主，是他，是沈硕，他包庇荒虚，欺瞒总宗。这3年来荒虚的真实情况他从未上报，属下只是被他蒙蔽，求大宗主明察。宗主明察。你是说，你年年巡查荒域，次次说灵脉枯竭，是因为沈硕没告诉你荒域的真实情况？他一个金丹分舵主，拦着不让元婴监宗使看灵田。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个年年坐着灵舟来我们荒薛巡查的监宗使。你每回来就在城门口转一圈，连灵田长样都没看过，喝完茶就走，回去就报我们灵脉枯竭，修饰恶弊。大宗主，我们荒虚根本不要你的灵脉救济，那灵石是总宗的，是3000分舵弟子的血汗，他年年替我们伸手要那灵石，可我们连1枚都没见过。他没给过我们1枚都没有，全进了他自己的灵库。元婴境修士被吓得失禁，哈哈哈哈！给，能不能拍到发灵网上？估计能火一把。还给我们，把他这3年贪的一米都给我吐出来！吐出来！年年说我们要饿死了，我们饿死了吗？都是你把我们的命当成了你升官发财的本主，饶命啊！饶命！散修比本座的长老清醒，本座的长老只知道把散修的命变成升迁的台阶，变成中饱私囊的由头。来人！老李，你们荒虚总共多少散修？3000零几十个，原先1300，这几年舵主帮大家改造，又回来了不少。荒虚3000个散修被年年申报为散修流失，1年30万灵石补助，荒虚的口袋却1枚没进。你贪的不是灵石，你贪的是3000个散修的命啊！给他们配灵根芯片建灵网基站的灵石都被你贪了。监宗使渎职纵贪，蒙蔽总宗，侵吞救济灵石，革职，押入灵狱，抄家追赃。西境监察长老勾结少宗主，贪墨灵脉救济，撕掉兵符，围杀忠良，问斩。其余分舵凡瞒报贪墨者，一律严查，绝不姑息。90万灵石救济，连本带利从他们家产里追出来，1枚不少还给荒域散尸。大宗主圣明！大宗主圣明！沈硕，这些蛀虫，本座1日就能清完。可太虚宗千万个分舵，还有多少个瞒报的监宗使，多少个贪墨的监察长老，本座清得完吗？宗主，蛀虫从来杀不完，因为让他们能贪的不是他们的心，是这套灵脉垄断体系。
监宗使杀了还有下一个监宗使。宗主要治的，从来不是几个贪官，是这修仙界运转了千万年的旧规矩。你要改的是这套规矩本身。宗主知道荒墟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吗？3年前我来荒墟，灵脉枯竭，但有1300个凡人，灵根检测做过了，不是没灵根，是评级太低，总宗看不上。按总宗标准，他们这辈子都别想修炼。1300人，灵修士，灵能日均可用量趋近于0。我给他们植入基础灵根芯片，不是天生的灵根，纳米零落导管加微型汇变反应堆，成本1人20枚灵石。20枚灵石就够把一个无法修炼的凡人变成隐气境修士。20枚灵石改造一个修士，总宗培养一个隐气境弟子，从灵根检测到入门修炼，人均消耗3000灵石，150倍的差。荒墟3年改造1300人，他们是荒墟的修士、灵械工、灵执师、灵网工程师、灵根启蒙学教师的一切，灵光精道、聚灵散、废变核心、纳米符力是他们造的，不是我。你知道这条路有多危险吗？总宗千万年的传统修仙体系，灵脉世家的根基会被赛博修仙连根拔起，所有靠灵脉吃饭的人都会来杀你。知道，所以少宗主之前就警告过我。少宗主知道，不仅知道，他还要我交出全套技术，包括灵根芯片设计图、废变核心图纸、纳米符箓配方，我没给。于是，这是他派人下的手。3名元婴蒙面人用少宗主亲传的3昧真火，如果不是视作型废变核心爆炸产生的 EMP 脉冲震碎了他们的一体管系，我活不到今天。化神境级别的真火，只有元婴以上修士才能释放。火焰中残留的灵能，我可太熟悉了，那是我亲手教的独门功法。我拒绝交出技术。第二天夜里，3名元婴蒙面人闯入舵主府，绕过灵网防火墙，从通风管道进来的。我被堵在修炼室，护盾撑了3息就被烧穿。恰好那天我在测试第1版灵能蓄变反应堆，视作型不稳定，爆炸了。爆炸产生的 EMP 脉冲覆盖整个舵主府，震碎了那3个蒙面人的一体管络。少宗主的人也有一体。他自己不改造，但他知道赛博修仙的威力。元婴修士装基础灵根芯片加灵痕筋骨骼，战力能翻3倍。他找了一帮愿意替他卖命的，给他们装基础一体，成立暗杀队，专门清除像我这样不听话的人。您的首席弟子3年前就在布局了，他不让您知道荒墟真实情况，因为一旦您知道了，他的计划就毁了。他要等您功成飞升之后，用赛博修仙技术改造太虚宗，到时候他就是新的修仙界主宰。手把式教，真火御剑，灵芝阵法，倾囊相授，35年的师徒情分。他没有告诉您，他打算等您飞升之后改朝换代。他想得倒美，栽培了35年的弟子变成了这样，我自己也有责任。35年前，本座在灵根检测场上第一次看见他，6岁，天灵根，平民满分。本座亲自收他做亲传弟子，手把手教，从隐气到元婴，每一步本座都在旁边。本座一直以为教徒弟最重要的是教功法、教心法、教剑术，今天才明白，最重要的是教他怎么做人。本座没教好，35年前就该教他的。散修的命也是命。明日，本座带你回总宗，本座要让满殿长老知道，这个穷分洞到底穷不穷。属下遵命。荒墟灵械郭房已准备好全套技术展示方案，聚变核心표面模型，灵根芯片样品，纳米符箓现场演示。宗主，回总宗之前有个东西您必须知道。2个时辰前截获的加密传讯，少宗主发给西境宗门长老的密令。我们用灵网量子破解器解了6重加密才读到原文。宗门长老，允硕不除，旧法必亡，请率部起兵围了荒墟。若师尊在城中阻拦，一并拿下。事成之后，西境灵脉尽归宗门长老管辖。要一个弱字，他赌的是您会阻拦，而且会死在乱军中，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继任宗主，再把您的死推给我。所以建议今晚就走。荒墟灵网防火墙加会变炮，扛得住5万修士，但祖母那边的局势不必。本座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对本座动手。本座等他来。宗主，灵网截获急报，少宗主已发兵，5万修士精锐。领兵的是少宗主亲信，全是元婴以上，急行军速度，预计2个时辰后抵达荒墟。来得好，沈舵主，荒墟能扛几万？扛是能扛，舒大秋的赵玉复制战就很重，灵网防火墙加最变炮群，正面硬扛10万没问题。但我不建议打。少宗主的兵全都是太虚宗弟子，从各分舵调来的，他们不是叛军，是被蒙蔽的。少宗主给他们的命令一定是：荒墟堕入魔道，奉旨清剿，2000筑基，3000金丹，500元婴，这是太虚宗近半战力。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谁赢都是输，流的是太虚宗的血。宗主现在公开身份，灵网全屏广播，太虚宗大宗主温洛川就在荒墟城内，看谁还敢动手。那你的意思是，
传令，荒墟联网全频道广播，太虚宗大宗主温洛川在荒墟城内，以本座灵能特征码太苏001 Master 为认证。停！全体停下！立刻停下！将军，怎么？太 XU 001 Master， 大宗主的灵能特征码，货真价实，这是最高权限认证，没人能伪造。少宗主说荒墟堕入魔道，虚硕挟持大宗主，大宗主在魔道城里发正规灵能特征码广播。将军，我们接到的命令到底是清剿魔道还是兵谏？传令下去，全军原地待命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前进一步。一群废物！5万精锐被一道广播吓得不敢动。少宗主，大宗主的灵能特征码广播是最高权限，没人敢违抗。那可是大宗主本人，那就让他死在荒墟，死在魔道手里。去，通知西境宗门长老，就说大宗主已被群硕挟持，生死不明，请求宗室起兵救驾。快！可是少宗主，这是矫诏。若是被查出来，等他死了，诏书就是我写的，史书也是我写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他下一步会怎么做？按我对他的了解，矫诏，以西境宗门长老的名义起兵，说他师尊被妖人挟持，请宗室救驾。西域宗门长老手里有20万修士。世袭灵脉养了几千年的私兵，加上其他附逆世家，总兵力不大于25万。宗主，我有一个请求，等他起兵，20万全来，一次打服。荒墟的灵能聚货炮群，等这一天，等了3年。徐硕，你跟本座说实话，如果今天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昏庸的大宗主，是少宗主那个水平的人，你会怎么做？不管谁当大宗主，3000万散身过好日子这件事，属下都会做。好，本座让你安心种田。西境宗门长老。化神境初期，世袭宗门世家之首，手下20万修士，其中2万是装备灵合金一体的精锐。属下知道，荒墟灵王已经渗透西境3年，他府上后花园有几棵灵果树，我们都清楚。每个人从宗门长老到伙夫的灵能特征码都在这里，每个人的一体型号、符箓库存、聚灵散储备也都在这儿。荒墟灵网安全组用了3年攻破西境灵网防火墙，把他们翻了个底朝天。你准备了3年，从少宗主第一次派人暗杀我开始，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荒墟不能永远躲着，必须有一场仗让整个修仙界看清楚赛博修仙是什么，传统修仙又是什么。宗主，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能会颠覆您对修仙界的一切认知。火力全开状态下的荒墟防御系统还从来没有在实战中用过，您确定要继续看吗？本座3000年修仙，见过魔神降世，见过天劫灭宗，见过虚空崩塌。放马过来！灵网防火墙升到最高级别，全程 EMP 互动全面展开，灵能聚变炮群进入预热状态。荒墟全体修士注意，我是舵主瞿硕，72个时辰之内将有一场防御战，请大家正常修炼、正常生产、正常生活，一切如常。灵根启蒙学堂不停课，聚灵散不涨价，灵蟹工坊不停产。听见没？又来活了。这回说是大场面。上次来暗杀舵主的3个元婴骨灰还在巨化核心的废料回收仓里当燃料，大场面小场面最后都是废料。聚灵散2灵石1斤，荒特产品质保证，打完仗也不涨价，要买的赶紧喽！防火墙0日漏洞补听，搞定，奖金到手，买心情等离子飞剑模型去。小崽子又立功了，这次奖金多少？100灵石，购买那把限量版磁悬浮光刃模型了。明天还出摊儿？当然出，我摊上的聚灵散还有200斤没完呢。打完仗你们肯定都来买，打完架谁不想吸一口好的压压惊？有道理，那我也正常出工，灵田还得交，苗不等人。这跟我想象中兵临城下百姓奔逃的场景截然不同。他们不怕，20万叛军，他们一点都不怕。他们有信仰，他们经历过。宗主，荒墟3年挨过17次攻击，暗杀、渗透、灵网病毒、EMP 突击、诱导转向，少宗主把能想到的招全试了一遍。一开始大家也怕，后来就跟下雨收衣服一样正常。第一次攻击是1年前，少宗主派了100名金丹修士，深夜从灵网底层合印的一个老版本漏洞入侵，企图瓦解全城灵网。一旦灵网瘫痪，灵能聚变核心就会失去控制，
整个荒墟城炸上天。结果呢，荒墟散修们自己防御的。一个12岁的孩子在灵根启蒙学堂的课后作业里发现了这个漏洞，顺势写了反制程序，上传到灵网安全组。20分钟后，100金丹修士全部断线，一体过载自动关机，瘫了一地。12岁，课后作业。荒墟的教育体系，6岁学根芯片基础，9岁学符箓程序编写入门，12岁考灵网安全初级认证。前天那个发现灵日漏洞的孩子，他爹是灵田里集种灵草的，娘是聚灵散摊上卖散粉的，一家人都是凡人改造的修士。你说的对，这确实颠覆了本座对修仙界的一切认知。12岁的孩子写反制程序击退100金丹，本座突然觉得自己像个文盲。你说的对，这确实颠覆了本座对修仙界的一切认知。举少不死，救法必亡。赛博修仙若推广天下，我灵脉世家的根基就断了，千年基业毁于一旦。那凡人改造修士，植个芯片就引气，装个反应堆就筑基。我等苦修1000年方到元婴，他们睡一觉就筑基了，这叫什么修炼？这是对修炼的侮辱。大宗主已被妖人蛊惑，我等清君侧名正言顺，史书上写的将是忠臣秦王。发兵，20万修士踏平荒墟，擒杀妖人于硕，救出大宗主。清君侧，诛妖人，救驾秦王。荒墟防御协议，最高级别，全系统启动。要去灵械工坊了，今晚在筑基改造舱值班，有一个引气境修士预约了通宵改造手术，按计划进行。我值我的班，他们打他们的仗。荒墟3年前就是全自动防御了，用不着我站在城头上摆姿势。神说，你这妖人蛊惑大宗主，败坏祖宗成法，以邪术改造凡人之躯，识相的自负出城，本王留你全尸，否则20万大军踏平荒墟，一个活口不留。终于来了，宗门长老，你这20万兵是替你卖命来的。最后劝一句，退兵。我可以只问罪你一人，你的世家灵脉收归总宗，族人不受牵连。放肆！区区金丹分舵主也敢跟本王讨价还价？弟兄们，攻城，踏平荒墟，城里灵械随你们去。杀！血烁轻生，灵能感应雷阵，击！绿箭炮群，第一轮齐射，放！纳米蜂群剑簇，出动！几个了？几个了？我就说有好几万人，趴了有好几万了吧？现在多亏了舵主，我们不用亲自上阵。荒域的防御系统是全自动的，贼安全。就是可怜外面的修士喽。第8万01个，这比上回暗杀那次快多了。那回3个元婴拖了差不多2炷香。暗杀要精确到个人，打仗是批量处理，效率不一样。不到1炷香时间，20万大军已经溃不成军。放你娘的屁！大宗主就在我们城里，你们是被矫诏骗来的，少主公才是逆贼。我们只认沈舵主，只认大宗主，不认你们一群矫诏起兵的乱臣贼子。有本事你过来啊！看老子不一炮把你轰回西境去！刚才一轮齐射就损失了半个营，妈呀！撤退！全军撤退！我戎马一生，20万修士所向披靡，居然在1个时辰之内，妖术，这是妖术！我太虚宗祖宗成法，20万修士大军怎么会输给一座小小分舵？怎么会？宗门长老，这不是妖术，你输的也不是这一仗，你输的是这个正在变天的时代。你们这些抱着灵脉垄断不放的人，从踏出西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输了，不是输给我，
是输给时代。时代，本王3000年征战，从金丹打到化神，从一族打到一方霸主，最后输给时代2个字。你的时代结束了，他们的时代刚开始。20万，1个时辰。荒墟只用了30%火力，炮群第2轮齐射没发，蜂群渐促，第3波没放。全开的话，半个时辰解决战斗。你若想反，这修仙界早已是你的，你有这个实力。我没兴趣，造反要死很多人，我改造那些凡人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打仗，是为让他们过好日子。宗主，他们是太虚宗的弟子，被蒙蔽的普通修士，请下令，向者不杀，伤者救治。被俘世家首领，押入领域，听候发落。你们救我们，我们是来杀你们的。你们也是太虚宗弟子，自己人打自己人已经够蠢了，不救你，难道看着你死？少宗主说你们是魔道，说荒墟的散修都是被邪术控制的傀儡。你看我像邪术控制的傀儡吗？少宗主说你们荒墟在搞邪术，用凡人的命献祭给罪变核心。你回去告诉你们分舵的人，荒墟要变核心的燃料是灵能等离子，不烧人，不献币。不信的话，你下次来参观，开放日每个月15，本人带讲解。我们3年不敢靠近荒墟，说你们吃人，说凡人进来就变成改造傀儡，原来全是假的。不是你们的错，被骗的都是好人，恶人不会被骗，都是他们自己编的谎。据说这一仗打完，太虚宗元气大伤，20万修士近半是本宗精锐。打赢了，但赢得心痛，所以更应该在赤县现在被连根拔起。少宗主的兵符废了，监宗室入狱，现在推行荒域模式，阻力最小，这是最好的窗口期。你是说，趁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趁他们还在震惊中，趁他们还没组织起新一轮反抗，趁叛军伤兵们回去告诉其他分舵，荒墟的巨变炮是什么威力，医疗刺又是怎么救他们的。第1步，所有分舵铺建灵网基站；第2步，免费灵根芯片普及；第3步，灵田军纪推广。3年之内，太虚宗3000分舵散修，人人注记。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份计划？3年前，我来荒墟第1天，来之前我用了3个月写了这份计划，然后等了3年，等到现在才拿出来。西应宗门长老连同附逆世家尽数捉拿，灵域收押。西应世家灵脉收归总宗，归入宗门公产。传本座的话给满殿长老，谁敢挡新政，西应20万修士就是前车之鉴。宗主英明。师尊，弟子一时糊涂，是奸人挑唆。西境宗门长老是他逼弟子。偷元硕的技术是你，烧他的工坊灭口是你，派暗杀队发5万修士拿你师尊是你，教召煽动西境起兵还是你，这一桩桩是奸人替你做的。你明知荒墟那套法子能让1000万散修吃饱灵能，人人修炼，你不但不上报，反要烧了他，杀了渠座。在你眼里，散修的命还不如你账上那几10万灵石。你这种人坐上这位子，只会让修仙界烂得更快。押入灵域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少宗主之位从今日起空缺，传本座令，明年灵根检测不分灵根等级，不限出身世家，凡适龄子弟皆可参选首席真主。本座欲拜你为总宗执政长老，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太虚宗国政交于你手，意下如何？宗主，属下谢恩，但不愿留在总宗执政。为何？以你之才，区舵主，岂不可惜？执政长老高高在上，看的是奏报上冰冷的数字，让一个分舵的散修过上好日子，亲眼看着他们灵能充足，顿顿吃饱，孩子都能修炼，比当执政长老有意义的多。属下守着荒墟，看的是一张张活生生的笑脸。总宗殿里庸官那么多，跟连1斤聚灵散多钱都不知道的人同朝理事，他迟早被气死。执政长老的事先不说了，本座问你点别的，你觉得总宗现在最大的毛病是什么？不敢认错。3000年的规矩，灵脉决定一切。这套规矩出了这么多问题，监察长老贪墨，灵脉世家垄断，散修永无出头之天。但没有一个长老敢说这套规矩本身有问题，因为承认规矩有问题，就是承认他们的根基是错的。说下去。宗主，您今天在殿上问谁不服，没人敢一声，那不是服，是怕。怕您的灵压，怕巨变炮，怕入灵域，但心里不服的人比跪在地上的人多得多。新政要想真正推行，光靠怕不行，得让他们看到不靠灵脉垄断更好。就像荒墟的散修，不是怕舵主才种出亩产1000株的灵草，是因为灵壤军纪真的好用，真的能让他们吃饱。好一个怕被气死，嫌本座宗门容不下你。不敢，只是不愿为虚名离开真正需要属下的人。明日别急着回荒墟，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今天不以大宗主身份说话，是一个管不好家的家主，
太虚宗治下3000分舵，3000万散修，10个有9个一辈子没吸过一口纯净灵能，没吃过一份标准聚灵散。一场灵脉枯竭，饿殍千里；一场灵温，十室九空。做宗主位20年，自以为勤政，直到去荒墟，才知道散修过的什么日子。而散修本可以过什么日子？宗主不可，折煞属下，拜的不是你，是荒墟3000万散修本该有的日子。七说，不留你当执政长老，不要争权，只求你一件事，把荒墟那套淬炼核心芯片系统、军纪配方、符箓产线、汇变炮交给天下，让3000万散修像荒墟一样，通灵往吸灵能，吃饱穿暖，活得像个人。求你了。宗主可以叫，但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新政推行以散身为先，敢借新政盘剥散修，不论职务多高，杀无赦。第二，聚灵散灵根芯片基础灵械，宗门官营平价售散修，断世家垄断根。第三，事成之后放属下回荒墟。全准。宗主，推广新政过程中，会有人不服，会有人反抗，会有人像灵脉商一样提着灵石票来收买。属下只有一个请求。说。属下希望宗主能给我全权处置之权，无论是谁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请你记住今天的感觉，记住你在荒墟田埂上看到亩产千株灵草时的感觉，记住你在灵械工坊里看到凡人被改造成修士时的感觉。记住，这套新政的目的是让300万散修过上好日子，不是消灭世家，不是清算旧账，是让人人都有路走。聚灵散统一定价2灵石1斤，灵根芯片免费普及。灵田推广军纪，亩产过1000株，灵网基站铺满3000分舵，万万不可！官营定价，断天下世家财路，军纪闻所未闻，误了灵田，谁担责？妖言惑众，祖宗惩罚岂能说改就改？区系分舵主敢妄议宗门大政！诸位反对属下懂。新政断的是诸位灵脉财道，官营让灵脉矿洞赚不了暴利，平价让囤的灵晶成废物，免费芯片让垄断的觉醒丹卖不动。诸位口口声声动摇宗门根基，在诸位眼里，根基是荣华富贵，散修的命从不在你们算计。诸位长老，新政断了诸位的灵脉财路，这个属下理解。几千年的家业说没就没了，换谁都不好受。但属下想问诸位一个问题：张长老，您府上3代人靠着灵脉矿洞赚了多少灵石？此乃私事。您不服，属下来替您说。300年来，张氏灵脉世家累计入账灵石约3亿8千万，够给太虚宗每一个散身配1枚灵根芯片，再建2万座灵网基站。您府上每一代家主都增加了延寿灵药的开销，但您矿洞里的散修矿工平均寿命没超过50岁。诸位，从今往后不需要矿工了，复变核心不挖矿不雇人不排废物，1颗核心给1条中型灵蟒的灵能。诸位可以继续当长老，只是不能再把散修当矿工用了。3000万散修吸不起聚灵散，哪位长老能解决？年年灵脉枯竭，哪位能？灵温千里，哪位能？谁站出来？属下即刻卷铺盖回荒墟，新政拱手让贤。没人站出来，今日起一切按沈舵主说的做，阻挠者押入灵狱。大宗主被妖人迷心窍，要刨灵脉。既然他不仁，别怪我们不义。总宗诏令灵网加急传遍天下。短短数月变化，响彻太虚宗。聚灵散价格从50灵石砸到2灵石。南部灵渠挖通，千年枯田头次喝饱灵液。军纪下地，灵草苗高出1头。再没人因吸不起灵能走火入魔。北境的第1座灵网基站解通了，雪原上的散修第一次在自己的洞府里吸到了精纯灵能。沈舵主，这机器真的会自己灌符箓？你摁下那个绿色按钮试试。
新政如春雷滚过太居宗的每一寸灵田，聚灵散2灵石，灵根芯片免费，灵田军纪遍地。再没有人因为生来灵根差就注定当一辈子凡人，再没有人需要跪在灵脉世家的门前求一口灵物。沈舵主，新政策本不该多嘴，可聚灵散2灵石实在太低。我等灵脉商世代经营探矿采卖提炼，哪样不要灵石？2灵石1斤，喝西北灵风。提到20灵石，这些孝敬您。值20灵石1斤聚灵散会走火入魔多少人？让多少散修买不起聚灵散，芯片断能，活活灵脉枯竭而亡。那是他们命苦。沈舵主做大事的人，水至清则无鱼，留口饭吃，和气生财，岂不好？垄断灵脉多少年了？聚灵散是灵能弟子提纯品，成本半灵石1斤，你们卖50，49灵石半，从多少散修芯片续航里抠出来的？你别血口喷人！一辈子赚的每枚黑心灵石上，都沾着走火入魔买不起聚灵散的散修的血。血口喷人！从今日起，聚灵散官营统一定价2灵石，1枚不许加。即日平价收归官营，4台私售1斤，满门灵玉，珠帘9足。千年家业毁于一旦，都是当年老祖宗拿命探矿一条条灵脉挖出来的。你老祖宗用命探矿，探的是地下灵脉。聚灵散是灵能子弹提寸品，从太阳来，从地核来，从巨变来，不是从你老祖宗的灵脉矿洞里来。这是最后一遍。聚灵散2灵石1斤，天下统一定价。沈舵主不能这样，断活路！断你们活路？你们断了天下散修几千年活路，如今少赚点黑参灵石，还嫌不够？那本舵主不介意把历年透税私贩灵脉勾结宗门旧账翻出来，让连命都不用要。局长，10万灵石，他刚才想用10万灵石收买沈舵主，这张20万，全是贪来的，每一粒灵石上都沾着散修的血。那些票的面额加起来，够进10座碎片核心，全数计入官营公账，专款专用，建灵网基站。是。盐商灵脉山都收拾完了，少宗主入了灵域，宗门长老兵败被俘，新政已推，挡路的都倒了，差不多也该来了。魔渊那边应该已经收到太虚宗换了新岁贡的消息了。太虚宗主按旧例，岁贡灵石500万，聚灵散10万斤，灵械3000件，3日备齐送魔渊界门，否则九幽魔兵30万，踏破席卷中原。谁在笑？宗主，口舌之争费神，不如让使者亲眼看看太虚宗的心力，用眼睛看的比用嘴争的清楚得多。这个人每次说让谁亲眼看看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有人要跪了。哲恩，沈舵主，带使者去演武场。使者，远处把山可见。见又如何？放。这何物？回去告诉魔渊大族，岁贡改了，敢来犯，巨变炮一路打到魔渊深处，暗能塔巨魔阵九幽通道，在灵能脉冲里化灰烬。九幽魔兵再无安稳立足，5里外把山就是魔渊明日模样。求和，上宗饶命！魔渊年年朝贡，永世成臣，绝不敢有二心。敢问上宗，此炮共有多少门？3000门，分布在各分座灵网节点上，每门覆盖方圆50里。回去告诉大主，把边界后撤300里，不500里，另外把今年该纳的岁贡翻倍，主动送过来。使者客气了，太虚宗不贪岁贡，只需魔渊承诺，永不来犯。永不来犯，永不来犯！若有犯者，天诛地灭，九幽崩摧。20年大宗主守着祖宗惩罚，越守越穷越弱，来不过3年修仙界成这副模样，不知怎么谢。不必谢，盛世不是属下一人造，3000万散修本就配得上，还给他们而已。
这才是真正的鼎盛仙宗，不是打出来的，是种出来的，是造出来的，是还回去的。宗主，属下该回荒墟了。回荒墟？要什么都给，高阶洞府、执政尊位、并肩宗主世袭灵域都舍得。不要。置并肩宗主与大宗主平起平坐，从未有过的尊荣。知道。为何不要？只想当个能让散珠吃饱灵能的分舵舵主。荒墟灵草该插秧了，告退。3年前他第一次走进去，是被少宗主对威胁识相点，今天走出去，带着300万散珠的命运已改写。灵草该插秧了，再晚赶不上今年第1茬。10年弹指，师祖，这就是荒墟，是比总宗山门还繁华。10年前便如此。那时云说还是小小分舵主。先生，插歪了，歪了，我看挺直。舵主治理天下厉害，插秧不如咱们。今日好好学，明年插的比你们直。师叔，真是云先生，就是灵网教材封面上那人。教材上也写了这段吗？他在田里插秧插歪了，被老农笑话。没有，教材只写了云先生造巨变核心，推灵根芯片，退魔元使者，没写插秧。那教材写的不好。一个人能被记住的，不该只有他最厉害的时候，还该有他最真实的时候。是他，让魔渊跪壁求饶万宗来朝的运先生。是他，师祖弟子不懂，云先生造盛世，退魔渊，封并肩宗主都不做，为什么情愿当种地小舵人，还一身泥？心里装的是全宗散修，不是功名利禄。全宗散修，当执政长老坐大殿看奏报争权位，田青上看得见美珠灵草每张笑脸。想当执政长老千万，愿俯身为散修插株灵草秧，只见过他一个。弟子谨听师父教诲。这辈子得灵域，得万宗，得鼎盛仙宗。外面的长老说本座是太虚宗3000年来最伟大的宗主，但本座自己知道，本座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不是这些，是得了曲硕这一个人。师祖，弟子以后也想像剑圣那样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，是为了以后的人翻开灵网教材，看到的不是我一个人有多厉害，而是我帮了多少人过得更好。荒墟仍在，灵草年年青。